我们从这个金厦海域来看到所谓的中国大陆的两会情况了。现在呢，外媒就分析了会不会聚焦到所谓的经济跟国安的议题。因为我们看到，包括像法新社，它其实有透露一些报道，指出说，当时可以看出这个两会的议程，就会看出习近平关切的是国防还有国家安全，会把它摆在第一顺位。那路透社呢？路透社也报道说，他分析说，预计中国人大会在年度的会议上公布适度刺激的经济的来做稳定的增长当中，所以呢，中国的两会呢，目前聚焦到经济跟国安的议题上面左右。那路透社呢，他也分析指出，中国两会呢，应该会宣布发行4.4兆台币的特别国债，主要原因就是说，预料中国的这个两会呢会公布适度的刺激经济措施，并且呢可以宣布发行人民币1兆，也就是台币4.4兆的特别国债计划，可用于食品还有能源等作战型的战略策略产业。另外包括《工商日报》它也报道，中国大陆的经济现在面临比较严峻的情况，那习近平也点名3个产业要成为发展的重点。哪3个产业呢？包括像是所谓的清洁能源，还有智慧电网改造，还有新能源汽车，说为所谓的发展重点，来凸显所谓整个绿能产业的发展方向。另一个部分要看到的是这个谈到这个汽车产业，就不得不提所谓的电动车情况了。电动车世界2大的巨头这样开启所谓的对决模式，特斯拉跟比亚迪。中国的价格现在要白热化了，因为特斯拉推出所谓的保险补贴啦，还有所谓一些新的这些刺激奖励措施，来希望能够拓展所谓的市场。但是比亚迪将新版的宋 Pro 混合动力 SUV 起价已经降低了15.4%，12天之内有8款主力车是主动调售所谓的售价情况。那特斯拉在中国卖不动了吗？一个月掉了将近46%，将近快一半了。那苏州模式的虹吸效应会不会让降价的压力大呢？特斯拉呢1月在中国销售所谓的41000多辆，相较于上一季已经下滑了46.2%，不能算是因为新能源购车而补贴而大卖的苏州的话，这个9000多辆的话，等于特斯拉在1月的跌幅已经达到了超过55%左右，哇，真的是影响非常大。那现在呢，美国的商务部长呢雷蒙多就说，如果美国路上有300万的中国车的话，中国大陆能够让他们同时熄火，这个逻辑好像感觉有点怪怪的。他怎么说？他说，想象一下，如果有300万的中国汽车在行驶在美国的道路上，中国可以让他们同时熄火，那是用遥控器吗？还是什么样的方式？看起来好像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电动车也是蛮紧张的，甚至现在拜登也出手了。拜登他也说将出手制裁所谓的中国汽车，因为为什么有国安疑虑现在将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他说，中国决心主导我们未来汽车的市场，使这些汽车充斥了我们的市场，带来所谓的国安风险他们已经指派所谓的商务部长采取所谓前所未有的措施，但什么措施呢？现在还是保密到家。但是美国方面呢，其实他们的一些禁令是不是也助攻华为在中国大陆称霸的一个情况呢？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晶片的这些禁令迫使辉达难以发展所谓的中国市场，那大陆企业开始转向华为来订货。华为最新的升腾 910B 晶片获得青睐，被辉达列为是主要的竞争对手。金融时报也报道了，中芯国际最快在今年能够产下下一代5奈米智慧手机的晶片，目前已经在上海设立新的半导体产线，将会大量生产华为设计的新晶片。那对中国来说呢，现在也打破所谓的垄断封锁，他们所要首款的量子计算机用稀释制冷机要开始问世了，这就是这样子稀释的这个制冷机。那我们知道过去呢，包括这个稀释的制冷机市场都是被美国、英国还有芬兰等国所垄断，那限制对华的出口。现在中国有望打破这样的局面。话过来请教亮哥，接下来这个中国大陆的两会真的会聚焦所谓的经济跟国安的一些情况吗？这两个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冲突是因为它国安考量如果太重，那对吸引有一些外资，他就会认为可能会踩到红线，然后不敢到这个美国的法律相关的行业还有金融相关的行业特别明显，
比如说4大会计师事务所，是，还有各种投资银行啊。因为中国大陆最近开放保险跟银行让外资全资拥有嘛，那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因为外资不敢来，不敢来，这个就是国安的红线，你如果定太严，人家当然会怕啊。那他目前真的就是经济严峻，主要就是信心恢复的问题啦。可是他也很难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也不能够大放水啊。是，所以你看这个4.4兆特别国债，这个实际上是属于中度规模啦，他也不敢像以前这样，胡锦涛一放就放11兆这样啊，这个连续3波，我觉得他也怕啦，因为怕这个钱乱跑，又跑到房地产怎么办？没错。可是房地产呢，这阵子的低迷他也要救啊。那他最近也开了一些白名单啊，就是说特许融资的，就是他们已经检查过了，这些公司放款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他真的做了很多工作了，这一言难尽是啊。不过就是那个能源车的崛起，大概是中国在最近最好的消息了啊。可是它也内卷的非常厉害了，所以你就看到那个比亚迪不断的在降价嘛。对，降价当然就是内部压力啊，因为对手实在太多了。可是中国大陆能源车这种内卷啊，就搞到全世界没有人能跟他竞争啊，因为他真的就是比人家便宜。是。结果现在美国跟欧洲，尤其是欧洲，现在开始要做补贴调查，就认为它有倾销了啊。这个不然你怎么那么便宜呢？对啊，所以你不觉得这个世界很难做人吗？这个便宜还要被说话，卖贵的也有人有意见，卖便宜的也有人有意见，这样啊。主要是因为汽车这个产业太重要了，这个美国、欧洲还有日本，汽车产业太重要了啦。美国、德国、日本都是嘛。那如果中国的汽车产业真的站稳了，那这个产业的产值是超过半导体啊。它供应链的长啊。是我那天看一个数字，目前中国汽车产业链的相关公司竟然高达70万家。哇哦！你就知道这个供应链有多复杂啊。所以美国当然也一样嘛，欧洲也一样嘛。所以这个如果没有处理好，就会联动出欧美日韩的很多失业，所以你一定会变成被仇恨的对象。事实上现在已经开始了，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就开始就胡言乱语给你加上说中国的汽车有问题啊，就 Raimondo 是搞风险投资跟律师出身的，瞬间熄火，连他也在瞎掰啦，就是他罗德岛的州长啊，他现在这个就是瞎掰嘛，表示可以远端遥控啊。怎么可能嘛？卖到美国了，可以从中国遥控，这未免太惊人了吧？300万辆同时，这个真的没有办法。我跟你讲，像抖音那个 TikTok， 他把他的伺服器用10亿美元搬到美国境内，是美国还是不相信，他认为说你这个有没有后门啊？从美国的伺服器又后送到中国那边去，怎么做都有人质疑啊。可是查不到证据啊。那你如果对中国的电动车有意见，你就只拿出证据嘛，这我可以远端遥控，对不对？所以比亚迪坦白讲，你要卖到美国，直接从中国卖美国是非常困难的啦。他恐怕要绕过墨西哥啦。就是全部都改到墨西哥投资，然后变成墨西哥制的比亚迪，先过个水再回来，不然没有办法，因为没有人相信啊。就美国就是这样的心态嘛，你怎么办呢？比亚迪真的想这样做，他现在逐渐的都在墨西哥设厂。电池也要过去，零组件也要过去，那以后你就会看到一种现象，叫 Made by China in Mexico， 不然没有办法啊，是因为美国就是紧张兮兮的啊。那我觉得这个情况还会外溢到很多产品啊，所以他连那个龙门吊振华重工，他也怀疑你有后送啊，所以你那个在调我们美国的货品的时候，都在做统计啊，让中国第一时间就知道美国哪个港口的运输量啊。你怀疑到这种程度，那怎么做生意啊？是。好，吴教授你怎么看呢？其实，在20大的时候，习的讲话就强调了安全。他这个安全讲了好几次，是除了斗争之外，他讲安全。安全不仅仅是国家安全，是经济安全。所以他成立了金融监管委员会，那监管所有的这种所谓我们不管是 P2P 的网络上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商业行为也好，金融行为也好，房地产也好，
所以他们接下来会全面的加强力道啊。但是习还有提到一个，就现在重要的是他们产业发展，包括他们当然经济现在不太好，但他们产业发展的几个重点是能源和绿能跟电动车哈，这都是相关性的。其实中国大陆靠煤哈很凶啊。其实2004年、05年，他们前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郑必坚就发表一篇文章，我们那时候大家都念过哈，就是说中国这个崛起啊，后来讲和平崛起、和平发展。那他里面讲说，大家不要紧张中国的发展，因为我们有很多污染问题。2004、05年就讲出了是很多污染问题，20年前就讲出了，就不用担心哈。可是真正在降低使用燃煤的是习近平开始。习近平2019年哈，那时候整个中国的排放量是140.9亿的这个碳排放量，很高。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讲了，我要实现中国的这个大国外交的角色，要引领中国在这个全球必须要降低这个碳的排放量。是，所以在2015年我们 COP21 的时候，他们就提出了，在2030年哈，整个中国的碳排放量要降低60%到65%，比起2005年那个时候，要降低60%到65%的，几乎一半了哈。对的这个碳排放，二氧化碳排放。然后呢，非碳能源、非石化能源要占全中国20%。啊，在2015年的时候，他提出这个。2020年的时候，在联合国大会，他们就提出2060碳中和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中国在2060要碳中和，简单来讲就是要降低燃煤在民生工业上的比重。那当然，很多报告指出，其实中国大陆有许多现在居住的人民，大概99.6%的人民还居住在没有达到这个所谓这个 WHO 规定的标准的空气污染的标准的这个规范里面，所以他们非常积极要推这个，所以才2060年所谓碳中和。但是就指出，如果要达到2060年这个碳中和，要必须关掉580个这个燃煤的发电站580多个哇！所以他们就不断的想要这个让这个用这个燃煤发电尽量是降低，然后用干净的煤这一点是我想中国大陆现在不断的在推的，尤其习上台之后不断的在推。是，当然中国大陆在太阳能上面呢，现在的太阳能发电是全球居首的。那在风力发电，它在2020年的风力发电的设备也是其他国家的3倍。所以他们在使用这个绿能发电也是非常积极，所以这可以反映出为什么他要积极推这个所谓电动车。它其实不仅仅是获利，它也是在实现它这个碳中和跟所谓降低碳排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不简单来讲，他们现在还是要采取许多的方案，包括煤炭的绿色开采也好，还有洁净的高效发电，最重要的还有是如何洁净的高效转化，有效的把二氧化碳收集之后再利用。这点是他们现在如何去迈向所谓碳中和跟降低碳排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是。副司令怎么看呢？对中国的它这个两会聚焦在我认为经济问题是大于国安的问题，比较重要，经济问题比较重要。第一个，我们知道，因为中国大陆的失业率高，但失业率高，因为中国大陆储蓄率也高，大家有钱。我现在短暂的这种季节性的失业或者隐藏性的失业，但是我有储蓄啊，我可以撑得过去啊，撑得过去了。对，它是这个样子。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地方债高，地方债到41兆人民币。但地方债高，但是中国大陆它有外汇成立，它有美债，对，我可以买美债，我来可以。另外一个就是我的一带一路，我稍微少投资一些，我来对我的地方债稍微能够撑一下，所以这方面的问题应该也可以撑得过去。我认为可以撑得过去，因为毕竟有老本，你可以吃老本，就怕没有老本了你连老本都没有，你就坐吃山空，哇，那很辛苦，是这个问题，这个会辛苦，对，是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外资策略，因为美国跟中国大陆，我们知道了贸易战、经济战，这个智慧财产权之战、科技战都在那边做这个对垒，变成两极的社会在那边做对抗，变成这样。那外资会撤离，外资撤离的话，他要加重投资来补外资的撤离的部分。所以这一方面，他也会来讨论要怎么样去弥补这个外资撤离所造成这个投资这一方面的减量，那要怎么样来弥补？是第三个，我认为就是我们讲的美中经济脱钩。其实美中经济脱钩是影响最大。怎么说？对，因为经济脱钩，美国是不是有很多东西就不买中国大陆？但是我们看去年呢，去年美国向中国大陆的总共进口了总共4272亿，算很仅次于墨西哥啦。因为像墨西哥买的是4756亿美元，这都是美元哦，美元就很高，你要去看这个汇差，
一比出来就知道也蛮高的。那换句话说，美国既然对中国大陆贸易买那么多东西，那是不是要减量减项？那变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刚才讲到的这是比亚迪跟美国的这个新能源车，就是电动车，特斯拉，美国也做补贴，不是中国大陆做补贴啊，美国也做补贴了，他们也加码，对，加码，保险我来补充保险，你买这个保险我帮你补贴，是就鼓励你买美国的特斯拉嘛，是这个样子。但是为什么是中国大陆的比亚迪，因为它量产，它规模出来，它的这个性价比高，就变成了它的这个购车的成本就低，竞争力就大了，变成这个状况。CP 值高了，CP 值高了嘛，CP 值高，大家就买比亚迪去了嘛，变成这个。那美国就很伤脑筋啊，因为你不可能又买比亚迪，你又卖特斯拉，你买一部车子嘛，大部分绝大部分是这个样子，所以造成这个状况。但是问题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华为呢变成美国禁令助攻的华为，其实华为它底气够，是它最重要。它每一年有1400亿人民币的研发经费，有107000个人研发工程师，不管是物理学家、化学家、精算师、数学家等等，很多嘞。你看它光它的研究的机构有21个，那个新创的中心36个，这些都是它的研发。关键它不是只是抄袭那人家的，没有，是研发出来。所以你看它的手机也好，人工智能也好，还在成长呢。为什么？因为它的底气就在来肯投资，每一年平均是1400亿人民币的经费在里面做研发，换句话一直在创新。那创新出来之后，那个可能超越美国，美国可能在封杀，在科技在那边做封杀，但是问题是它的研发把它拉出来了，是这个状况，所以华为有突围成功。是我们看到中国的两会之后，来看一下美国的经济情况是不是等于是越来越糟糕了？现在美国地区包括纽约的社区银行现在也宣布说，他们出现所谓的重大缺失2月29号的时候还更换执行长将过去4年的亏损修正为先前公布值的10倍，哇，真的是蛮多了，甚至增列所谓24亿美元的商誉减记上季资产的24亿美元，看得出来真的是蛮惨烈的。那1月30号的时候呢，甚至还怎么样，要额外提拨5亿美元的呆账来作为准备金，而且要因应所谓的严格监管，把股息大砍70%。那现在称要管理所谓的内部问题，连2023年的年报这个就要延后出炉。现在不止美国的这个纽约社区银行，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花旗银行，现在也要裁员2万人，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现在呢，已经宣布说要286名员工已经被炒鱿鱼了。花旗银行呢，近年来每况愈下，去年第4季的时候严重亏损18亿美元。那1月的时候呢，表示要在2年内裁员2万人。那在今年的时候呢，1月的时候已经裁掉了286名的员工情况。另一个部分要看到的是，现在包括房地产的情况是不是也受到一些影响呢？刚刚谈的是银行问题，银行连带到地产的问题，现在已经向欧洲蔓延了。德国银行也指出美国25%的办公室贷款呢为不良贷款了。这个是德国银行，他怎么说？他说美国办事处提供了40亿欧元的贷款中呢，约有1/4可能无法偿还，而且伴随着美国的商用地产市场问题逐渐蔓延，情况可能会越来越糟糕。部分的美国办公室的价值已经暴跌将近一半了，来到50%左右。包括德国银行的执行长呢，他就说市场情况会好转吗？看起来不像连他都看不到情况。甚至现在呢，这个疲软经济数据已经加跌。美联的这个除元无助推论，美债呢收益跌幅持续扩大，可以看到直接跌幅非常的大。那现在呢，美债呢为期2年的收益率呢，已经创下1个月单周的最大跌幅了，下跌多达了10个基准点，已经创下了2月15号以来的最低水平情形。那现在包括了长天期美债的 ETF 现在卖爆，但为何股神巴菲特不买单呢？美国联准会也公布1月的这个会议记录，说应该不会过早降息吧，因为长殖利率已经冲到3个月以来的高点，称这个是联准会的送分题。但是长天期美债的 ETF 热度激增，但是股神巴菲特他不青睐美国的长天期公债。那波克夏持有的1年期以下的美国国库券已经高达了
1290亿美元，年增将近40%左右。那美债的利息支付呢，已经超过所谓的国防开销，还有社会福利的开销，甚至仅次于所谓的这个社保还有医保的一个情况，就是这第3条线这个情形，已经超过了所谓这个包括国防开支，现在仅次于社会福利还有这个医疗所谓的一个情形。那现在美债的负担已经占了所有 GDP 的30%了，看起来真的是非常严重啊。美国商业银行就说了，美国这种负债呢，每天100天增加1兆美元，所以呢，估计这个债务呢，从34兆呢要升到所谓的35兆，只需要95天，只是说所谓的100天之内，然后可能就会直接再升高1兆了。现在呢，德商银行也说了，美国政府呢停摆已经迫在眉睫的一个情况。现在包括了所谓的拜登谈到了所谓的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问题第一个除了经济议题之外呢，再来就是所谓的移工的问题了。美国呢，拜登跟川普呢同时访问所谓的美墨边境那就移民的问题呢，非法移民的问题呢，隔空校正。怎么说这个是这个易普所民调，他说现在有超过60%的民众认为美国的经济正在恶化，而且近80%的受访者对于现在美国的情况感到不满意，尤其当中的就是所谓的移民的疑虑上升问题17%的受访者呢将移民列为美国是面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高于去年的11月的11%。那拜登跟川普呢，在2月29号这一天分别到了德州的美墨边境就边境安全还有移民的议题呢，来做隔空交火的一个情况。川普怎么说呢？川普就说，所谓的这个非法移民的这个入境数人创新高是拜登式入侵。那拜登当然也要回向回去，他说川普别再针对移民的改革法案来做玩弄政治。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两方都在吵嘴皮子，包括川普呢，他也谈到说这个南美跟非洲的监狱跟精神病院都空荡荡了，就是因为关在里面的人都跑来美国了。那这样讲的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其实坦白出来，民众看的也是不飒飒，你们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但是非法移民创了新高，现在德州要封边境来脱美的这个呼声又再起了，包括了德州的州长他说这个计划在德州还有墨西哥的交界地带建造一座新的军事基地，借此来阻止移民来入境美国。这是德州州长阿伯特说的。那川普听到这句话之后，蛮开心的。他说阿伯特绝对在我副总统的候选名单上面。看得出来，这个川普蛮喜欢在这个议题上做文章了。话回来，先请教亮哥，怎么看现在美国经济跟房产情况好像越来越糟糕了？房产因为强升息，本来就压力很大，所以你现在看到大部分都是小银行啦、社区银行啦，因为他们都是房屋融资的重要的贷款方嘛。是，那你现在利息那么高，当然对他们来讲就是压力很大可是这个现象也不会改善，不会迅速改善，因为美国经济不是只看你这个面，美国有6-7千家银行对，像你这种银行可能会倒个500家嘛，那可是不会坏整个金融系统因为现在跟那个当年的那个次贷风暴是完全不一样的，大银行没有问题，是，所以你倒了我来接就好了那美国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大概比较好的业绩都集中在那7家高科技公司啦，实际上股市也是他们在撑着你如果去看其他很多股票，事实上并没有涨，很多是跌所以这个当然，因为你这个就会造成人家不敢做长投嘛。比如说巴菲特他也买美债可是他只买短债，是，他就只买1年内因为我怎么知道你降息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你降息。第一个就是因为美元升值来的那个固定的那个投资一定会离开啦，因为他已经赚够了嘛，就会离开。对，所以坦白讲，未来如果真的开始启动降息，你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啦。因为本来大家预期是3月，那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嘛，那可能就会变成5、6月。事实上，这个也联动到中国大陆的经济政策。中国大陆现在为什么不敢放太多水
因为如果跟美国的利差太大，那个钱就跑到美国去了。所以坦白讲，两国在斗货币政策了。是啊，那共和党现在已经摆明了啦，就是三大议题要来斗民主党啊。第一个就经济嘛，那第二个就是移民啊，那第三个就是乌克兰战争。对，我觉得这3个议题已经非常明显，是对拜登都相当不利啊，尤其是移民啊，因为拜登本来在川普卸任那个2020年那个时候啊，那个1年进来的非法移民只有40万啊，那现在拜登呢，已经接近200万了，所以共和党实在太容易做文章了嘛。是，好，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来请教吴教授，怎么看现在川普跟拜登同时针对所谓的非法移民在隔空校正？非法移民这个问题在拜登任内烧得很久了，甚至德州州长这个 Abbott 上次就讲了，是，请很多州的共和党州的正在派什么国民兵来这边，帮助守住德州跟这个边境，不要让非法移民进来啊。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们知道说，不管是德州边境Paso 那方面，或者加州边境。现在这个边境形同虚设，是非法移民，不管是我们讲拉丁裔的、华裔的，方方面面都从这边涌进来。举个例，去年11月，光1个月就24万的非法移民涌入了这个边境，然后他们边境管理局要处理嘛，对，单月最高，这是史上最高，1个月24万，24万，全年到12月是300万，刚才亮哥讲200，是300万的非法移民的案件还压在法院。如果你是美国的老百姓啊，你是靠正常管道拿到签证、拿到工作机会留下来的人，你会情何以堪？对啊，心里就不服啦。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处理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上面有一些我们讲 bug 啦，它处于在哪里？前阵子有一个60分钟，美国很有名的节目叫60分钟，是，他就去照加州边境非法移民怎么越界，他就直接拍给你看，在这个边境他有插那个铁柱子，那铁柱子它不是墙啊。美国那个墙还有很多种方法，有一种是铁柱子，柱子很密，中间人挤不过，偏偏的这一根柱子跟土墙旁边会有洞，你就看到许多，我觉得那是那个缝比较大就对了，缝比较大，那个华人就从那边一直涌进来啊，而且是携家带眷，此外还拖行李箱，是，而且穿着都蛮好的，那绝对不是没有钱的非法移民，不是来逃难的，但是有计划，要非法移民的。那记者就问他说：“你这个方法从哪学的？”他说：“我从抖音上学的。抖音告诉你那个墙哪边可以钻，钻完之后呢，你就在那边扎营，他们就在那边开始 camping 等什么？等边境管理局的警车来到这边之后，他就对你身份。偏偏很多非法移民一入越界，他就把护照往后丢啊，丢在草丛里面，你找不到是哪边。他们也知道可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他请中国大陆把这些非法移民接回去，中国大陆说我们不收。这些非法移民他们就就地呢，在拘留所关完之后。”然后呢，放出来，他们就叫 Uber 就走了。是，这点就是目前不仅仅是拉丁裔、华裔，很多地方的非法移民，他们现在涌进去，拜登他不处理，川普就抓这个打，说你在干什么？这未来是拜登可能会落选的烂伤哦。是，好，休息啊，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最后请教一下副司令，怎么看美债的问题？如果美债的话，就是它美债太高，34兆，然后美债的利率1年期的利率是4.95%。哦，那你这样高不高？高嘞！你这样子的话，你34兆，你1年下来的话，你变成35兆、36兆，那你能不能降低这个我们讲的美债的利率？你一降低的话，大家抛美债，是，那你的话，政府还要不要运作？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马上为各位介绍这也加入了节目来宾。第一位，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大家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包括现在海峡中线对峙大陆是不是等于继续加大所谓的施压力道了？因为现在就有这个新头壳报道指出，他独家报道指出，所谓的中国海警船预
想要闯所谓的海峡中线，而且酿出了对峙情况。那现在海巡署也证实了，宜兰舰呢依法执勤与中船对峙。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的一个代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2艘船呢是有点船头对船头的感觉，头对头的感觉啦。所以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所谓的头对头的一个对峙情况了？真的这么紧张了吗？现在海巡署说，宜兰舰这个执勤勤务是正常执行，没有什么异状。那现在呢，长海域附近动态呢都有掌握，没有所谓的对峙严重的一些冲突情形。那现在呢，就在此同时呢，中国大陆也传说出动了3000吨级的巡逻舰在海峡徘徊来对抗所谓的海巡署，就是这一艘这个中国海警3000吨级的巡逻舰它整个沿着所谓的海峡的一个台湾海峡的一个沿域呢，不断的穿梭。这个时间点呢是在3月1号上午7点多，从南端进到台湾海峡。那10点多的时候呢，在金门与台湾之间的海域来做徘徊的情况。那现在呢，包括了除了这个军事情况之外呢，甚至包括了所谓的大陆也12年来首度宣布所谓的领海基线那个范围涵盖所谓的台湾北部湾的北部。所谓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次的帆船案引起大陆海警在金门海域所谓的执法常态化，那进一步呢，等于是伸张到内海内水的一个权利了。现在包括了中国外交部呢也发声了，他说宣布北部湾北部划设所谓的这个领海基线，非经过许可，他国船只不得驶入，等于把它变成内海化的感觉了。现在包括了中国军舰已经连续进犯台湾24海里，成为常态了。海军我们要成立反制滨海作战的指挥部现在政府高层人士又透露，规划中新设所谓的中将指挥官编制的滨海作战指挥部，负责呢所谓的滨海作战任务以及反舰飞弹部队来滨海作战呢，作为2大主力，但有没有效呢？现在看起来不知道。那这起事件包括李喜明也说了，他说中共没有准备好，否则可能直接拿下金门前参谋总长李喜明就说，这次的这个金门渔船翻覆事件呢，其实已经2个多礼拜了，但到现在好像还没有解决。问题是在哪里？他说中共原本可以直接做文章，让台湾灰头土脸，甚至直接拿下金门但是却因为时机不对，那中共也还没有准备好。如果台湾一直用抗中保台的方式来处理，恐怕也很难解决。他也这个呼吁台湾政府不要一直用抗中保台的事情来解决这样的情形。那现在呢，包括了一些作家也在网络上发文说，这起事件呢好像有点被上升到认知作战的感觉。那是不是祸首是嘴丘官员说真的，如果打过来的话，我们敢击沉所谓的中国船舰吗？这个作家叫做漂流岛屿，他怎么说？他说，管理海防最高长官竟然在后方嘴丘，就是耍嘴皮子的意思啊。那如果到时候谈判破局中国的船舰长驱直入，台湾有胆在中国的领海内击沉这些船舰吗？他断言绝对不敢。现在包括这个局势其实美国也非常关注美国的人士就说了，这个有如蛇在勒紧猎物，就是中国大陆好像是蛇一样在勒紧台湾那中国四面向台湾施压，这个是美国安全的政策中心的研究员格兰特，他过去呢也是美国的前海军上校。他怎么说？他说中国现在有如一条蛇一样在勒紧所谓的猎物，正在勒紧台湾，限缩台湾的反应空间。这是一个带有军事跟政治以及心理战多重的一个策略。那现在美国看起来感觉好像比我们还要紧张的样子，包括美国的罗斯福号的航母战斗群呢，今天也通过所谓的巴士海峡，那共建尾随国军监控当中。这个是3月1号的新闻。3月1号呢，由西太平洋进入巴士海峡，往南海的方向来做开行的一个动作。那现在呢，包括了中国大陆的舰呢，也尾随在后面，中华民国国军呢，也是全程在监控当中。话回来，先请教亮哥，现在包括了这个海峡中线的一个对峙，是不是在这个气氛当中，好像越来越紧张了？你这个对峙是指跟2103船2103船事实上只有2000吨，是我们宜兰舰是3000吨那我们3000的时候，他们也加码变3000的。不，事实上我们可能是被包夹了。因为另外那个3306是在另外一个方向。是所以事
实际上3306可能接近4000吨哦，因为它是054那个中国大陆那个海军的军舰直接改装的，是，而且它的炮管是76毫米，而且有垂射的那个作战能力，垂射的那个火箭弹啊。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可是我觉得这个基本上都是在摆阵啦，在示威啦，是，倒不至于说真的发生冲突了啊。所以你也不要把那个滨海那个作战指挥部把这个联想在一起的，这个是政府高层说的，那个是军舰的部分。事实上，金门这个事件不可能发展到军方对军方啦，因为邱国正也说他不会介入。是，可是我跟你讲啊，我现在的感觉啦，事实上有意把这个事情往上闹大的，我反而觉得是民进党这边啦，希望能够升温这样子，并不是大陆那边哦。你要看大陆那边是希望两岸红会对接，是，红会就是民间嘛，希望民间对民间啊。那他派来的单位层级也很低啊，那个泉州台办副主任。那我们台湾一下就陆委会、海巡署，那你这个当然就是让人家觉得你的用意是不是要凸显管辖权呐？是，而不是要真的用人道主义的方式解决这个对方的民怨，对不对？你如果要解决对方民怨，这个过去发生过啊，都是红会对接啊，红十字会啊，是，这是最快的。事实上，陈雪生在立法院总质询，他就是问这个问题，说是不是可以考虑把法律，他的表达是不够精准呐。他说是不是可以把法律跟人道分开？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可以不要去扯管辖权呐？是，我们解决实质的人道问题好不好？先解决问题再说。陈雪生就这意思啊。结果管碧玲怎么回答你知道吗？管碧玲说是对方在分化人道跟法律。反咬对方就对了。我觉得这个理解太奇怪了吧？是，因为我们明明就看到陆委会第一时间就跳下来，然后就叫我们这边的红十字会不要介入。事实上，基本红会的总干事也有发言啊，所以他第二天就没有发言权了，就被没收了，被消失了。对啊，所以你去想，这个如果是都是陆委会主导，海巡署主导，你怎么可能谈出结果？因为目前他的立场就是这样啊，就是你如果不承认你非法越界，你就不能够论断我执法过当。是，他就是法优位嘛。那你这个法优位就变成谈不下去了嘛，因为对方怎么可能承认你的管辖权？没错，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卡在这里了。那民进党给人家感觉方方面面都在升高冲突了。比如说国民党提出那么多优先法案，你偏偏就只先看到陆配法案。事实上，陆配法案是国民党的那个跟内政委员会有关的法案里面10几个里面的一个，其中一项而已。对啊，对不对？结果你就点出这个来斗争，他只看到那一项，就说：“哎，这么多项，我就看到那一项。”是啊，对不对？就是因为跟抗中有关啊，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是有点故意的。那比如说管碧玲我也认识他很久了，是，他过去会这样子吗？过去会这样子吗？不会，过去不会。我坦白讲，就是他被交代的任务，就是要闹大，所以礼拜一他连专案报告的名称都要计较。是我坦白讲，我真的没有看过这样的立委，更何况他是多资深的立委。是啊，而且高金也不是用了完全违反事实的描述，他也是用海巡署的那个，而且他就撞船啊，难道不是撞船吗？他又没有说你撞他，他有没有讲主动被动？他就讲撞船啊，那撞船海巡署就说碰撞啊，是啊，渔船碰撞嘛，那这有什么不对呢？你还要在那个专案报告的名称上去计较，我认为他就叫扩大朝野的斗争呐，是上面有指令然后两岸这个对这个议题的抗争，然后一路把这个抗中保台的基调就拉到这个520，然后520之后都是这样了。因为我觉得他们大概已经感受到大陆对赖清德的不信任了，是，所以赖清德的520大概想一想，他觉得他大概也不可能做出什么样的交代，他还是保住他的独派选民吧，而且他用这样的姿态，还可以去盖住本来520要上街示威的旅游业。如果两岸的冲突
氛围是越来越难堪啊，旅游业上街那个力道就会减弱，是，对不对？而且也可以相对让国民党从赖清德上任之后对两岸政策的质疑的力道减弱。他就准备动不动就要丢出中共同路人的血滴子嘛。他就摆明了赖清德就是要这样执政嘛。是，因为他们认为赖清德选到40%已经很难执政了啦，那干脆就这个叫什么？用我的术语叫做破碗破摔啦。说反正选输了，那我就摆明了我就是独派了，是，好吧？反正中国大陆也不会信任我，那贸易壁垒调查第二波必然出现，那我这样干脆就抹脸的啦，我就是台独了，那也试探美国要不要进来挺我了，大概就是这样了。是，吴教授你怎么看呢？这个事情本来是可以好好解决，他们现在想要把它闹大其实我们回归到冲突理论，就是其实两岸维持这个永久和平，我们过去讲经贸连结跟这个所谓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对，那现在经贸连结慢慢要脱钩我想在赖政府会脱钩的更彻底那连沟通基本上以前是没有沟通，现在连这个出了事情。管碧玲说要善意的沟通，可是我们看不出有任何善意的沟通。他说：“看看我温暖的体温。”对，温暖的体温，对，我不想感受到这温暖的体温。善意的沟通这是耍嘴皮子，是用善意之名行抗争之实啦。其实我们看得出来，不管是这个红会对接也好，根本没有红会对接，他现在就是要把它升高这个所谓冲突用这个所谓抗争的外壳那当然，他就包着这个所谓的善意的这个糖衣可是根本没有所谓善意我们来看其实我们讲在研究国际冲突里面，很多方方面面是会让这个所谓战争爆发，包括我们讲错误的资讯，还有错误的承诺这些都是我们讲错误的承诺，说我不打你，结果真的打你了就纸老虎理论是。那错误的资讯就是我假装掩盖我自己不能打的事实，像李启明讲说这一次这个中国还没准备好其实战争里面有讲，它可以掩盖我不能打的事实，资讯没有准备好，但是你也永远完全不知道他到底准备好了。对啊，好，没有人知道。对，这是一个问题，所以错误的承诺跟错误的资讯是造成战争发生的原因。第三个就是错误的沟通，这在我们学界里面讲，你只要有错误的沟通是麻烦的。是。你如果发生了这个问题，你全部用所谓现实主义的角度说我们抗争，连现在基本上你用人道外交的方式，你都没有去处理，你都是用抗争的方式，那请问这个冲突会慢慢一直往上叠加它只会叠加敌意而已。是所以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没有真的用这个所谓外交折冲的管道去谈，那你谈不出结果来的。你会讲说好像管辖权的问题到底要不要就责，怎么赔偿？你有没有看到我们那个海巡署的官员去那边买单打包退房讲得非常的大声，直接走了，直接走人那个是一个非常麻烦，是我们人看起来是这个问题，如果未来种下这个冲突的因子，是一个麻烦的地方。所以我还是要讲说，我们还是要回归一个人道沟通。所以夏立言这一次去跟宋涛就针对这个事情讲，台湾想要处理，问题是执政党他没有想好好处理，但是宋涛只是讲说民进党草菅人命。那夏立言是一个资深外交官他非常知道说，如果我们是跟着中共讲说，你们这个民进党草菅人命，其实传回台湾那是对国民党是不利的。是，所以他是用一个比较缓和的态度说，我们会希望民进政府妥善处理这个问题，而不是跟着说草菅人命。但是如果以夏立言他的这个外交的头脑跟手段，我想在这方面他试图作为一个我们讲刹车器，是去踩一个刹车啦，当刹车皮啦。刹车皮，毕竟民进党不想处理，那要有人处理啊，那谁要去处理？如果都没人处理，那两岸就会开始往冲突的方向不断的迈进我们讲 step to the wall 就是这样子。慢慢从小的这个所谓的非常多这个问题慢慢叠加上去，就到时候军事冲突，最后就爆发战争。这是一个一连串的过程。是，那这个副司令怎么看呢？我认为他这个双方现在都在这个在我们这边海域做执勤，都强调都是依法执勤，是都这样。他也讲依法执勤，我们也讲依法执勤，不然现在是重叠执勤，变成这个状况。那现在中共很清楚，就是扩大执法权的范围，已经到台湾水域了。是，本来在金厦水域，将来也到台湾水域，已经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个会造成它的执法的范围既然扩大了，很容易造成它的活动惯性，它来了不会再走了。
以后就会持续跟走下去。厨房一样的对，意思，就跟那共机来了，跨越这个海洋中线，就每一个月都会跨越，经常性的跨越，让我们习惯这样子对，跨越习惯了，就变成这活动惯性，变成活动惯性。我们的空权，我们的海权，就中共太囊球拿去了，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也心理上也就习惯它了，那变成我们的空权跟海权都丧失了。哇啊，中国整个拿去了，那我们变成我们的战略纵深没有了。战略的预举时间也没有，受到压缩，那怎么办呢？就在门口嘛，那没有办法，那所以你要开第一枪，但他也知道台湾不会开第一枪，所以他就习惯在这边来，海警船来，海军来，战机来，气球来，无人机也来，通通都过来。是，换句话说，他就把没收了台湾的海权、台湾的空权没收了，然后执法权也没收了，以后航权就是像 M503 的航权也没收了，就是这个主权没收，就跟你外交一样。剩下12个邦交国，主权没收，治权留到，他是这样的，把治权留在台湾，但是主权都能没收。是，那现在已经做得非常的明显。再来就是我们看这个，就是滨海作战指挥部，滨海作战指挥部哦，我认为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哦，成立很容易，但是问题在招募。你怎么去招募？招募有困难，要把这招募人，你成立指挥部很简单啊，成立我可以成立啊，但是有没有人？人的问题。我认为要把人把它找齐，你当然可以从其他地方来抽调，海军作战指挥部、其他的单位、后勤单位来抽调。一抽调之后，现在目前的作战部队的编线比只有70%，70多，你这样不够你再抽调不是变成60%？对，所以不能抽调。那既然不能抽调，赶快招生招募。你知道招生招募，招不一买马，招得到人吗？现在就是问题招不到，是现在目前的编线比21万5千人，现在只有15万多人，你差很多这是历史来最低的，所以我们买了那么多的装备，包含 F16的飞行员都缺，你最重要去装备买东西很快啊，但是你要训练人很困难，你要现在他成为一个合格的作战员、合格的指挥员、合格的战斗兵。那不简单，不是要培养很久，陆军快几个月，3个6个月就可以，可以。那你操纵这个枪支打靶，你很快。空军，但是海军、空军不一样你海军然后训练成他这个熟练的操作手，没有1-2年你下不来啊，不然他还是菜鸟上阵，你不是让人家挨打吗？不可以，你要整个合格的战斗兵，没有1年2年下不来，那飞行员要5-6年呐，你才能够变成一个合格的飞行员。最后我要讲到就是说，能不能拿下金门？能不能拿下金门呢？不是中共没有能力的问题，是有没有意愿的问题，是这个状况。那他如果是这个金门的问题，我认为不是中共就是现在不就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本小效高，要拿金门他不要，还可以留到金门慢慢做文章，慢慢切香肠，来慢慢来剥洋葱。我认为拿下金门对中共来讲。不是军事问题，不是难事，政治问题。他可以探囊取物，就在家门口探囊取物，要随时吃，要随时收割，随时拿。但是问题是，目前还可以做政治的文章，还可以在那边逐渐的切香肠、剥洋葱，创造最大的政治的效益。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这一点。是好。